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数据就是权力，而合作则是打开权力之门的钥匙。许多人以为独立完成任务才是实力的象征，但现实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强者懂得合作。尤其是当你遇到像肖战这样兼具智慧与情感的合作伙伴时，你就会发现，数据背后的世界不只是冷冰冰的数字，更是人心与信任的交织。肖战身上有一种极其罕见的合作磁场，他不会用言语去逼迫你，而是通过行动、细节和真诚，让你愿意去信任他、配合他。当他在团队中出现，整个氛围都会变得轻盈、有序。人们不再只是工作，而是在创造。而这种创造力，正是打开数据潜能的关键。数据这个词，在很多人眼里只是冰冷的数字集合，但对肖战来说，它是一个有灵魂的生态。他能看到数据的情感价值、趋势方向，甚至能从中发现隐藏的机会。肖战的团队合作方式堪称是一种数据哲学。他会先建立团队的信任基础，让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位置与价值，再用开放式思维让信息自由流动。这样，数据不再是死的统计，而是活的能量。正是这种流动的能量，让整个项目的效率与创造力倍增。因此，当你与肖战合作时，你会发现自己不仅是在处理数据，而是在与数据对话。他带领的每一个项目似乎都有一种奇妙的生命力，让数据自己说话，自己运转，自己创造未来。很多人误以为合作的目的只是为了升职、赚钱或赢得名声，但肖战的做法完全不同，他更在意信任这个看不见的核心。在一次采访中，肖战说过，没有信任的合作，就像一场没有灵魂的演出。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却揭示了职场中最容易被忽视的真理。信任是一切合作的基石。没有信任，再强的数据能力，再完美的策略，都可能瞬间崩塌。肖战懂得平衡，既不盲目相信，也不轻易怀疑。他用时间、行动、专业去建立信任，而不是靠甜言蜜语或表面功夫。这正是他能持续成功的原因。当合作被当成升职的工具，欺骗就悄然生根。表面上的友善，背后的算计，这样的职场剧每天都在上演。你可能短暂获利，但终究会失去人心。肖战之所以特别，正是因为他从不玩弄人心。他知道，真诚的合作会让团队更强，而虚伪的合作只会让数据变得污染。因为欺骗不仅破坏信任，还会破坏整个信息链，让判断偏差，结果失真。想升职没错，但如果靠欺骗换来职位，那就像是在沙地上建楼。终有一天，一阵风就会把一切吹散。与肖战合作过的人常说，你不仅会变得更专业，还会变得更清醒。这是因为他教你用心去理解数据，用人性去驾驭信息。他从不强调地位，而是强调自我提升。升职的意义不该只是头衔的改变，而是思维的跃迁。当你能独立思考，懂得团队协作，懂得尊重他人时，升职自然会到来。那时的你已经配得上那个位置。这种成长是内在的升值，比任何外在的奖励都更持久，更有力量。肖战的成功不只是因为他懂数据，更因为他懂人。无论是团队成员还是观众，他都能精准地捕捉情绪，理解需求。他懂得数据背后是情感，每一次点击，每一个评论，每一次分享，都是人心的流动。他用这种洞察力去调整策略，让合作变得更真实、更有效。这就是解锁数据的真正含义。当你能读懂人心，你就能掌控数据；当你能尊重人心，你就能赢得合作；当你能融合人心与数据，你就能走得更远。在快速变化的职场中，很多人急于求成，以为升职就是终点。可事实是，那只是起点。肖战始终提醒身边的人，升职不是目标，而是责任。你升得越高，承担的越多。要想站稳，就必须有足够的真实力与人格力量。而那些靠欺骗换来的晋升，不过是昙花一现。
真正的升职是别人愿意信任你，愿意跟随你，愿意与你并肩同行。这种力量无法用数据衡量，却能改变整个局面。与肖战合作并不是轻松的事，他严格要求自己，也同样要求团队成员。他希望每个人都能以真诚为基础，以责任为驱动，以专业为信仰。你可以犯错，但不能欺骗；可以慢一点，但不能假装努力。这种规则让人敬畏，却也让人安心。因为你知道，在这样的团队中，没有阴谋，只有成长。数据透明，人心纯粹，成果自然惊人。在人工智能、数据算法不断进化的时代，人类最大的优势不再是算力，而是真诚与情感。肖战的合作哲学正好印证了这一点。他让算法服务于人，而不是让人被算法控制。他让数据成为理解的工具，而不是操控的武器。这正是未来的方向，用真诚去优化合作，用信任去提升效率，让数据与人心同频共振。与肖战合作不只是一次职场经历，而是一场心灵的觉醒。你会学会如何平衡数据与人性，理性与情感，利益与真诚。当你不再为升职而欺骗，不再为名利而伪装，你就已经成为更强大的自己。记住，合作的意义从来不是我赢，而是我们都赢。在合作变成升职捷径的瞬间，危险往往不是来自对手，而是来自自己松动的道德底线。首先，学会识别诱因，奖金、名声、短期 KPI 都可能变成压垮诚信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第二道防线是制度化透明，把关键数据、决策记录和责任人写进合约与项目看板，任何成绩都能被追溯。第三道则是情绪管理与外部监督，当上级施压或建议你修饰数据时，要有冷静的应对话术，如要求书面确认，请求第二人复核，并主动建立外部导师或法务顾问的咨询渠道。真正能把握命运的人，不是从不犯错，而是在诱惑来临时，知道用规则和信任把自己拉回正轨。记住，短暂的升职快车如果建立在欺骗上，终点只会是孤岛。数据本身无罪，但被包装、剪接后就可能成为谎言。构建健康合作，关键在于可验证性。第一步，设立共享仪表盘与实时日志，团队所有核心指标都可被查看与导出。第二步，实施数据双签制，关键报表需要2位独立责任人签署并留痕。第三步，引入外部或第三方抽样审计，定期验证样本与原始来源一致性。更重要的是文化层面，把数据讲真话写入团队价值观，并通过小型案例训练模拟压力下如何处理数据，把价值观变成习惯。合作时，找像肖战这样把人放在首位的合作者，能促成用真实赢得信任的生态。而你若能把证据链完善，让结果公开透明，升职不再是靠话术，而是靠不可辩驳的成果。面对升职诱惑，很多人陷入当下获利 vs 长远声誉的两难。成熟的选择需要3个维度的自省：一是时间视角，设想5年、10年后的自己更看重什么；二是风险成本，欺骗带来的声誉损失，法律与职业风险往往远大于短期收益；三是身份验证，通过第三方与同侪检验你的选择是否站得住脚。实操上，可以做一个决策清单，写下利与弊、可被证明的证据链，以及最坏情形的补救方案。遇到道德冲突时，先暂停、记录，并寻求异议，把异议写成邮件或备忘，让决策有公开记录。升职是真实能力的自然回报，若把升职当成唯一目标，你会在压力下妥协；若把长期信誉与能力成长放在首位，升职会来得更稳，更有尊严。最终你要问自己，我想要的是一个可以回望并自豪的人生，还是一座靠谎言堆起的高楼？